中俄轰炸机大军逼近日本，核危机一触即发。半程回归乌克兰掌控，俄军6倍战力仍无胜算。乌军切断俄北线生命线，猛攻俄军团。泽连斯基做重大决定，重磅来袭，乌克兰自产弹道导弹上场。如果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时间升空，这一夜东亚可能已经擦枪走火。在中日关系高度紧绷的背景下，12月9日，中俄突然联手，在日本家门口展开了一次极具挑衅意味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图95远程战略轰炸机与中共 H6 轰炸机在日本海会合后，直接飞向东海，并一路绕行至4国沿岸的太平洋上空。几乎同一时间，多架中俄军机还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迫使日韩两国同时进入高强度戒备状态。日本防卫省确认，这并非例行训练，而是一场针对日本的联合示威飞行。2架俄军图95从日本海起飞，与2架中国 H6 完成空中汇合后，组成长距离联合编队飞向太平洋。期间，中方2批共8架歼16战机先后加入护航，从冲绳飞越宫古海峡进入菲律宾海，再折返东海。宫古海峡虽属国际水域，但它正是日本西南防线的咽喉位置，这种飞行路线本身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威慑。更令人不安的是，日方同时在日本海方向发现俄军 A50 预警机和苏30战斗机活动，这意味着中俄并非象征性飞一圈，而是在进行完整的战区及联合作战演练。日本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全程紧贴监控。日本联合参谋本部随后罕见公开了中俄军机照片与飞行路线，显然是要向国内外表明这不是误判，而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压力。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随后在社交平台直言不讳地指出，中俄轰炸机反复扩大在日本周边的活动范围，是明确的武力展示，对日本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关切。这已经不是一般性摩擦，而是带有政治信号的军事恫吓。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俄轰炸机绕飞日本之际，中共航母辽宁号战斗群也正在日本南方海域活动。虽然这次轰炸机编队并未直接靠近航母位置，但日本驱逐舰兆月号持续对辽宁号进行近距离追踪。短短几天内，辽宁号舰载机起降次数已接近150次，而就在此前，中共歼15战机曾2度对正在执行监控任务的日本 F-15实施火控雷达锁定，这是极其危险、极易引发误判的行为。把这些片段放在一起看，局势就非常清楚了。中俄正在同步施压，一边是核轰炸机和远程打击平台绕飞日本本土，另一边是航母战斗群在日本西南方向高强度活动，同时还故意把韩国也拖入紧张状态，制造区域性不安。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明确表示，若台海局势恶化并威胁日本安全，日本将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表态显然触动了北京的神经。而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承压之下，也急需通过东亚方向的军事存在，向外界证明自己仍具战略影响力。于是，日本成了最直接的施压对象。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挑衅，没有越线，没有示强，只是被迫应对，被动防守。真正把战略轰炸机、核载具、火控雷达推到危险边缘的是中共和俄罗斯。当然，日本不会被吓倒，但这种行为正在系统性破坏东亚安全秩序，也在不断抬高误判与冲突失控的风险。如果国际社会对这种在别国门口秀肌肉的做法保持沉默，那么下一次更危险的飞行可能就不只是绕一圈那么简单了。目前，乌克兰战场上真正的焦点仍在波克罗夫斯克。就在俄方仍对外宣称全面控制波克罗夫斯克之际，真实的战场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俄罗斯国防部称，第132近卫独立摩托化步兵旅在一次空中侦察行动中，锁定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处防御工事，并成功将其摧毁。乌军士兵还俘获1名俄军突击兵。该俘虏在审讯中坦诚，与其同行的20名俄军士兵已全部阵亡。
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波克罗夫斯克周边多次近距离交锋的缩影，小规模突击被系统性歼灭。值得注意的是，基辅当地时间12月9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奥列克桑德尔·谢尔斯基在记者会上给出了一个足以击碎克里姆林宫叙事的最新战报：波克罗夫斯克近半个城区已重新回到乌克兰手中。谢尔斯基将军明确表示，尽管俄军持续动用 FAB-500、FAB-3000级重型滑翔制导炸弹对城市进行无差别狂轰滥炸，乌克兰军队仍在市内成功夺回并牢牢控制了13平方公里区域。以波克罗夫斯克战前约29平方公里的城区面积计算，这相当于接近半个城市。他说得很直白，也很残酷。今年秋季的某个阶段，由于兵力和弹药严重不足，乌军一度被迫全面撤离波克罗夫斯克市区。但从11月15日开始，乌克兰守军发起了一系列连续反攻，逐步清剿俄军渗透部队，重新打回城市核心，并站稳阵地。而且这场防御反击仍在进行之中，我们每天都在解放更多领土。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俄军为这座小城付出的代价。谢尔斯基披露，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集结了超过 17.5 万兵力，占俄军整个乌克兰战场兵力的1/4以上。为了推进数百米，俄军每天向城市及周边投掷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巨型航空炸弹，试图用火力把城市抹平。但结果并未如莫斯科所愿，乌军依靠机动防御、地下掩体和快速反击，硬生生拖住了俄军的脚步。另外，近段时间，乌克兰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赫拉德县连续发动反击，不仅稳住阵脚，还正在蚕食式收复城市核心区。据悉，在米尔诺赫拉德方向，俄军突击行动同样遭遇重挫。据悉，俄军一支突击小队企图强攻市内一栋关键建筑，结果遭乌克兰第503海军陆战营迎头痛击。乌军先以密集火力封锁推进路线，随后出动无人机实施精准打击，残余俄军无一逃脱，全队被歼。这类火力阻断加无人机点杀的组合，正在成为乌军对付俄军突击单位的标准模板。当然，形势依旧艰苦。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兵力约为乌军的6倍。正因如此，乌克兰才选择以战术撤退加精准反击的方式作战，以减轻消耗，稳住补给线。铁路枢纽与后勤线的安全仍是乌军必须严肃面对的现实挑战。目前，双方都在持续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增兵。乌克兰空军也频繁进入该区域实施打击，为城内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可以预见的是，这场巷战不会很快结束，波克罗夫斯克仍将是一处长期消耗的绞肉机战场。再把镜头拉回到与波克罗夫斯克同样血肉横飞的另一条战线——库皮扬斯克。这里战局正在悄然发生决定性倾斜，乌克兰已经把刀插进了俄军的生命线。而在哈尔科夫东北部的库皮扬斯克，局势更加骇人。俄军动用了第6集团军、第1坦克集团军以及第20集团军部分兵力，总数高达8万人，宛如一堵钢铁红墙，对撞乌军17个旅约3万人。就在外界以为乌军将被彻底压扁之际，他们却突然从西翼与南翼撕开缺口，连续向俄军阵地切入10公里，硬生生啃下西南森林带和市区南部。目前，双方在火车站附近贴身肉搏，枪声和爆炸昼夜不息，整个城市像一座正在燃烧的地下墓穴。随后，乌军重新夺回 R79 公路沿线，渗透至库皮扬斯克北部，将俄军补给线一刀切断。如今，俄军在该地区控制 8.53 平方公里，多为无遮无挡的田野；乌军控制 6.80 平方公里，几乎全是城区废墟。乌军联合部队于昨日20点通报，突击部队已封死俄军退路，开始逐屋清剿，阵内仍滞留约60名俄军，增援无法抵达，有人开始主动投降。据俘虏供述，他们是在无人机悬空监视下被指引着一步步走向乌军阵地的，而仍留在城内的俄军散落在废墟、地下室里，还有人脱下军装混入平民，像幽灵一样躲藏。从战役地图来看，乌军已牢牢控制库皮扬斯克西侧的关键山脊与高地，
这些制高点成为无人机与炮兵的上帝视角。俄军的任何调动、突围尝试或集结迹象，都会在第一时间暴露在监控与火力之下，使得俄方几乎不具备组织有效反攻的空间。此前，俄方曾高调宣布已占领库皮扬斯克，但当下乌军在城内持续推进，逐点清剿的现实，正将这一政治宣誓彻底撕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也直言，俄军进入库皮扬斯克的始终只是小规模渗透部队，根本谈不上建立真正的战略优势。对俄方而言，若想在这条北线扭转局势，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入大规模援军，强行突破乌军的火力封锁，而这一步本身就代价极高，成功率极低。战线继续向南，在哈尔科夫、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交界地带，俄第20集团军约3个旅猛攻乌军第3亚速军团1个旅，推进约 1.5 公里，阵地被反复摧毁又仓促修补。西维尔斯克方向同样凶险，俄第3集团军6个旅约 2.2 万人对乌军1万人发动持续压迫，在扬皮尔方向推进约3平方公里，尸体与焦土堆成新的地貌。利曼方向，乌总参披露，过去30天内，该方向有2500至3100名俄军被消灭，31辆坦克、步兵战车和装甲车被击毁或缴获，甚至夺得1辆 T-90M 主战坦克，残骸仍冒着黑烟。康斯坦丁尼夫卡方向，俄第3和第8集团军共10个旅，约 3.7 万人，与乌军7个旅 1.9 万人血拼，双方拉锯厮杀，各有得失，阵线像裂开的伤口，反复淌血。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新帕夫利夫卡，乌军约1万人迎战俄第90坦克师及7个摩步旅，乌第35海军陆战旅突入俄军阵地2公里，乌军第110旅渡过沃夫恰河，重新夺回泰赫村并向南推进。而西南方向，俄军在浓雾掩护下渗透丹尼利夫卡并重新控制该村，将战线与胡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一线拉平。统计显示，俄军新控制约 8.27 平方公里，乌军新收复约 5.95 平方公里。第聂伯罗中南部泰克斯基，乌第67旅夺回城镇约1平方公里，俄第36旅在南面攻陷奥斯塔波夫斯克耶村，与乌第92旅激烈交火。与此同时，南线的扎波罗热战场同样硝烟升腾。乌克兰空军已经将打击重点对准俄军的指挥中枢。12月9日上午，一架乌军米格29战机对斯特普诺希尔斯克地区发射锤子精确制导炸弹，目标直指俄军前线指挥部。现场影像显示，目标建筑在命中后迅速起火，浓烟冲天，多次讯爆接连发生。至少2栋建筑在空袭中被彻底摧毁，航拍画面中可清楚看到剧烈火光与坍塌结构。这并非象征性打击，而是对俄军指挥体系的直接断头一击。与此同时，乌军在空中打击方面也不断加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近日公开一段画面，导引无人机精准命中一架俄军密26大型运输直升机。外界普遍判断，该机正是此前在克里米亚基洛夫斯基军用机场遭锁定并被摧毁的目标。密26这种级别的重型直升机被击毁，不仅是战术损失，更是对俄军后方投送与信心的重击。此外，第3独立突击旅旗下的 Phantom 无人机单位也在持续发力。据悉，该单位近日成功命中一辆载运俄军步兵的军用车辆，并连续摧毁多处壕沟与射击阵地，显著削弱了俄军在该方向的进攻能力。另外，近日一架隶属俄罗斯国防部的安22重型运输机，近日在靠近莫斯科的伊万诺沃州坠入乌沃德水库，机上7名俄军人据推测全部遇难。安22不是普通飞机，而是俄军用于战略运输和重型投送的老牌核心机型，如今在非战区、非演习的情况下坠毁，本身就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俄罗斯的军事体系正在内部承压、加速老化，甚至失控。在战火仍未停歇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抛出一个震动国际舆论的信号：只要美欧能确保安全，乌克兰可能在3个月内举行总统大选。这一表态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大对乌施压、推动停战谈判之际。
特朗普近日公开质疑乌克兰以战争为借口回避选举，并直指其民主合法性迎来考验。话音未落，泽连斯基便迅速回应，释放出可能启动选举程序的强烈政治信号。根据乌克兰法律，战时原本严禁举行选举，而泽连斯基本人的总统任期也已于去年正式届满。这使得要不要选举不再只是民主议题，而成为国际博弈中的核心筹码。面对练权指控，泽连斯基当场反击，称这些说法完全不恰当。他强调，问题不在于是否选举，而在于是否能在炮火下保障真正的民主投票。他已要求议会着手修改相关法律，为战时选举打开合法通道，同时呼吁美国与欧洲盟友提供安全保障支持。然而现实极为残酷，俄军空袭仍在持续，前线驻军近100万，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约1/5国土备战，战区民众甚至无法确定是否还能行使投票权。在这样的环境下，选举究竟是民主的象征，还是风险极高的政治操作？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乌克兰民众并不支持在战争期间仓促投票，但对政治格局长期停滞的不满也在上升。自2019年以来，权力结构几乎没有变化，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张力正不断加剧。当选票可能在防空警报声中投下，这个国家将迎来一次民主考验，还是一次政治豪赌？很多人还在盯着海王星、火烈鸟这些名字时，乌克兰已经悄悄把更致命的武器推上了战场。12月9日，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首次确认，乌军已经同时动用了海王星远程海王星帕利亚尼察火烈鸟，以及此前从未公开承认使用过的萨普桑弹道导弹。这意味着乌克兰不再只依赖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而是正式迈入国产弹道导弹实战阶段。要知道，萨普桑并非新项目，但极为敏感。它是乌克兰自主研发的短程高音速弹道导弹，早年沙特曾计划采购，最后在克里姆林宫强力游说下作罢。如今，这款被按下多年暂停键的武器终于在战争中亮相。其射程超过500公里，部分版本甚至可达700公里。莫斯科明确处在打击半径之内，战斗部重约480公斤，飞行速度可达5马赫。采用高机动弹道与移动式发射底盘，部署灵活，突防能力强，拦截难度远高于巡航导弹。耐人寻味的是，泽连斯基随后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敌人多次误以为我们用的是海王星，那就让他们继续这么想吧。这几乎等于明示，乌军此前对俄炼油厂、军事基地造成重创的部分打击，很可能并非巡航导弹，而是萨普桑。俄罗斯显然已经产生了战略误判。外界自然会把萨普桑和另一款明星武器火烈鸟做对比。火烈鸟是一款超远程巡航导弹，射程被认为可突破3000公里，弹头重量高达1吨，专为身后方和战略目标而生。自乌军蛛网行动逼迫俄军将战略轰炸机后撤后，火烈鸟的价值迅速放大，专打纵深高价值目标。但真正让俄方头疼的是两者的互补关系，火烈鸟靠超远射程与大当量摧毁战略纵深，萨普桑则凭借弹道飞行、高速突防和高精度更难被拦截，适合精准打击核心节点。一个拉长打击半径，一个撕裂防空体系。与此同时，俄罗斯自身的困境正在加速暴露。美国战争研究所指出，克里姆林宫一边高调宣称战场推进和经济韧性，一边却在持续抛售国家黄金储备以维持战，从战前约405吨，已大幅缩水至约175吨。兵员方面，普京已签署法令，宣布2026年将全部预备役纳入军事训练，几乎等同于准总动员。同时，对外疯狂招募雇佣兵，开出高额奖金与抚恤金，但多被证实停留在纸面，实际兑现率极低，甚至频繁发生克扣与敲诈。也就在泽连斯基表态后不久，乌军立刻用 FP-2导弹无人机对俄占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地区实施重击。俄罗斯第9摩托化旅的武器库和一座约6000立方米的燃料库相继被命中，多次二次爆炸，现场火光冲天。这不是偶然，而是远程打击体系已开始协同运转。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
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